比特币暴跌之后，多头走势还能延续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可以享有$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只要赚钱，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人的。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我们可以发现啊，在这波很大的下跌过后啊，它还后面的行情有没有可能继续走多头走势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之前其实。在牛市的时候啊，真的是多急跌，尤其我们在2020、2021的前半段的时候呢，牛市的时候真的产生了很多急跌的行情。其实包括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呢，它也算是一种急跌哦。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创出新高过后，它后面的下跌是非常猛烈，而且非常迅速的。其实就跟我们这波下跌一样，非常猛烈，非常迅速。不过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点我们来判断一下啊。第一个是我们在之前多头行情的时候啊，它产生的下跌。它其实很快就会产生了我们下一波多头走势的起点。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啊，之前在这个位置下破的时候呢，引发了很大的恐慌情绪，然后后来随后就立刻开启我们下一波的多头。那我们在后面的回调其实也是的。那当然在这个位置呢，也让非常非常多的多头都止损离场，包括现货还有期货的部分，其实也是。那其实我们在上方这个位置洗的时间啊。还有它下跌的幅度其实也够多。如果你是做期货的话，它下跌的这个幅度啊，绝对也可以让很多人出场。那其实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我们过去在2020、2021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走的盘面啊，走的行情，其实它也走了很多的急跌行情。但是在急跌过后呢，其实在牛市里面呢，它出现的走势就是不一样。像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可能会觉得跌幅没有什么，不过我们可以稍微测量一下。如果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话呢，它也是一个17、18% 的跌幅了。在期货来看呢，也绝对受不了这种跌幅。那当然，期货我们算真接嘛。那如果现货的话，算实体部分，它也有12、13%，其实也蛮可怕的。还有后面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也产生过了一次的急跌。这次的急跌其实也蛮可怕的。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呢，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我们测量一下的话，30%，这个绝对也可以把非常非常多的期货。包括追高的啦，或者说杠杆开得太大的，在这种下跌都一定会被扫出场。还有像你可以看我们在这边，它直接收了一根锤子，这个锤子最高点到最低点，大家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可能周期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放大看的话，这可是有20%的下跌，单根 K 线这绝对都可以把期货扫出场。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下跌呢，它的幅度其实跟这种级别也差不多。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在牛市里面呢，它所出现的下跌，它随后立刻就出现了上涨的行情，立刻就出现了需求，而且呢，它往下都是有收针的，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这样的是下跌过后，然后它就开始横盘震荡，没有出现需求，这个是非常非常弱势的一种反弹。那还有包括你可以看我们在后续这个位置呢，它也出现了杀多的行情，把多头给杀掉了，杠杆全部清出去。下跌就有27%，当然我们后续已经到了多头的末尾了嘛，它上涨的比较少，但是它也是立刻开启了上涨行情为什么不用再震荡吸筹呢？因为我们在多头行情当中，它可以开启多头走势，它在下方就已经吸筹完毕了，它不用到上方再继续吸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我们当前的盘面呢，其实跟我们在过去的几波走势就有很大的不同。像你可以看我们在暴跌之后，其实很少有这种级别的暴跌，它没有出现一波像样的反弹的。你可以发现它暴跌之后呢，它是又重新来把我们下面的低点给踩实，而且它反弹的幅度就那么几百刀，它下跌的幅度是很大的如果从我们第一根红 K 开始算的话，我们下跌到最下面有$4000多的跌幅，它反弹就是个$500-600。然后我们后续呢走的是横盘震荡，它一点都不像是像我们刚刚所复盘的在牛市里面这种杀多头的行情。那么目前呢，其实以这么弱势的反弹它是有机会再开启我们下一波的行情的下跌的。那么其实25000是一个在心理上非常大的支撑你可以看我们在前面都是在25000的这个地方给撑住的，我们前低点也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呢回到前低点的时候，然后又爆出巨量，哇，那就会非常非常不妙。我们有可能会又往下开启第二波。那虽然说第二波很大的可能性不会有第一波的跌幅来得更深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引发第二波回调的话，那也肯定会很恐慌的。其实我有一个例子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当时也是
我们往下跌之后呢，它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反弹。我相信当时做多的人肯定很多，所以在这里 OK， 他们被插了止损之后，他们就要被强制平仓嘛。那平仓买入，这个是期货买入所插出来的针。那你可以看我们后续呢，它其实现货很快又回到了我们针尖附近，并没有出现什么需求，反弹很弱的这种巨幅下跌过后反弹很弱，那么我们后面再继续走下跌的几率就会很高。那我们后面才出现反弹，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反弹呢，也不会像前面一样，这波反弹它是有到 0.618 的位置嘛。那我们当时的背景是在牛市，其实牛市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反弹的幅度其实也比较高，你可以看到618。不过我们现在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即使开启反弹啊，我们也谈不到618的这种点位，这么好的点位。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切小，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会认为它还需要再震荡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个人的打算是，如果有一波好的反弹的话，当然了，前提是，当然我是很不希望它下跌。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么弱势的反弹的行为，没有需求的反弹的行为，它是极有可能在接下一波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